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评医师王丽慧。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美国联邦法官的大乱斗。首先介绍的是联邦地区法官大乱斗。在今年的4月7号的时候，德州联邦地区法官 Matthew Kacsmaryk 他下了一个判决，他说呢，口服避孕药 RU486 应该要停止使用，因为呢，美国当年FDA 核可这个药证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妇女堕胎之后失去自己的宝宝会有什么样的压力，以及造成什么样的心灵创伤。这个禁制令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惊爆全网啊，就是也吓坏全美国人啊。那这个的话，我先解释一下，口服堕胎药 RU486 的话，在我们台湾也是使用的。那我们台湾是用在呢7周之内的堕胎，如果超过7周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用子宫刮痧术。那么在7周之内的话，你可以用口服药呢，就可以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流产的效果。那我们也跟各位解释一下，在我们这个医学上的使用，我们可以找到非常早期的，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发表，它就是说呢，如果这个 RU486 单纯使用的话，它可以有到达85%的这个成功率，然后它的学名是叫做 mifepristone。那如果它在合并呢前列腺素的相似物使用的话，它甚至可以到达99%，就是9%的一个堕胎的一个成功率啊，流产效果是蛮好的啦。那么我们再看就是呢，在4月13号的时候又换到另外一州，就是华盛顿州啊，马上又来了一个也是联邦地区法官，那么他叫做 Thomas Rice。那他就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啊，他就针对那个德州的那个法官所下的那个禁制令深深的不以为然，所以他就马上又重申啊，就是在他们的这个 Attorney General Office 啊，就是州的检察总长，或是说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州的司法部部长的官网里面，他就马上immediate release 这样一个消息。他就说呢，我重申了，我保障包括我们华盛顿州在内啊，还有其他17个州啊，总共18个州啊，我保障你们啊，都可以完全的、安全的、合法的继续的使用，并且继续的获得 RU486。那你看这两个都一样是联邦的地区法官，那两个意见截然不同啊。那个德州的话，它是属于联邦系统的时候要上诉，是上诉到第5巡回法院，所以呢，确实就有人把它上诉到第5巡回上诉法院。那第5巡回上诉法院是个比较保守的地方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在美国南部，那这个都是偏向于保守的地方，所以呢，在第5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呢是支持德州这个地区法官的意见啊，他就讲对这个 RU486 不应该再使用了，那我们也应该禁止它呢，不可以用这个视讯啊，就是远端啊看诊，然后又邮寄过来给你的 RU486，我们应该要停止它这样子。那这个事情的话，就让拜登非常的头大。因为拜登是属于民主党的，就刚好跟这个第5巡回上诉法院这一区是比较都是偏向于共和党的，他们比较保守。那拜登当然就是很头大，因为他们也很反对这种禁止使用的这个现象，尤其是这个 RU486 是在千禧年西元2000年的时候，就有美国 FDA 已经完全核可全美国通行的一个合法药物啊，怎么能够因为德州一个法官呢，直接把一个药物禁掉啊？是这样合适吗？在他们的这个司法系统严重的凌驾于这个行政系统上面啊，这样是不合适的吧？所以拜登立刻就要求他的司法部长，因为这个司法部长是他内阁，所以呢，拜登立刻要求这个司法部长要去向联邦最高法院呢提出诉求，就是请联邦最高法院来审查这件事情。那么联邦最高法院他就暂缓第5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个禁制令，就是说我在好好的审理一下，现在先不要执行这个禁制令。所以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口服堕胎药 RU486 的话还没有真的被禁啊，所以现在是悬而未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联邦地区法官的这个大乱斗啊。那我们有讲过在联邦系统里面呢，有94个地区法院，然后呢再加上有2个专门法院。那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德州跟华盛顿他们不一样的。那华盛顿的话，它是属于第9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一区啊，在这个比较西部的这一边，这边都是偏向于比较民主派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跟大法官之间的大乱斗。那这个就是发生在去年的6月24号啊，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否决掉
过往的大法官的一个判决啊，他们推翻了1973年还有1992年2个有关于堕胎的非常有名的判决。那么第一个的话是1973年的这个是 Roe v. Wade， 就是呢有一个叫罗的一个妇女呢，她要去堕胎，但是因为她就住在德州，所以呢德州都非常保守，不让她堕胎。那她就假造说自己是被性侵，用这个理由去申请堕胎。结果呢，她因为她证据准备的资料不够充分，所以她就被否决了。于是他就提告了哦。那这个告到后来，在1973年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到了最高法院去了嘛。那当时的大法官就是审理了之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堕胎权呐，算是一种个人隐私啊，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让我这个肚子大起来被别人看到，或者是我要呢去堕胎，让人家不要看出来我有怀孕，是我个人的秘密，一个妇女个人的秘密。那隐私权的话，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那他是用这个美国宪法的第14修正案来保护这个堕胎权，保护这个隐私权。那美国第14修正案我们介绍一下哦，它就是在这个黑人跟白人在争取这个平等权的时候啊，最后面出来的，表示说任何一个人哦，不管任何的人种或是说他的颜色，不管是黑人白人，他们全部都有一样的平等的人权，我们要保障他们的生命权，保障他们的财产权，保障他们的自由权这样。所以呢，隐私如果是我的基本人权之一的话，我一个妇女，我到底要不要让别人发现我怀孕，或者在肚子大起来之前我就先让她流产的话，这个在当时呢，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支持的。所以呢，他说宪法要保障这个权利，任何的州啊，在你们自己立法的时候啊，你们不能够违背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所以呢，堕胎是合法的。那就是到去年的时候呢，在联邦最高法院呢审理出来这个案子啊，我们称之为是 Dobbs v. Jackson Women Health Organization。那这个是呢2018年的时候在密西西比发生的一个案子啊哦。那么密西西比当时他们是通过了一个Gestational Age Act， 那他们限制就是15周之内的人呢才能够堕胎哦，就是超过4个多月你就不能够再流产了哦，你就一定要把它生下来。而且它这个 Gestational Age Act 非常的严格，它唯一允许你在超过15周之后还可以堕胎的理由就是呢，这个怀孕呢可能引起你妈妈生命的危险。什么状况会引起妈妈生命的危险？比如说这个子痫前症啊，就是妊娠毒血症啊，造成妈妈高血压，造成妈妈蛋白尿，那这个继续怀孕下去，妈妈可能会癫痫，就会死亡。所以这个就可以允许在超过15周的时候还堕胎。除此之外呢，不管你是乱伦啊，不管你是被性侵啊而造成的怀孕，你都不可以堕胎。那这个就很严重啊。所以那个 Jackson Women Health Organization， 这是一个堕胎诊所啦哦，可以堕胎的这个 organization 呢，他们就去告当时密西西比的这个卫生部长，他就叫做 Dobbs。那这个就是一直这样告到后来上到联邦最高法院，结果联邦最高法院现在的大法官的组成呢，已经跟当年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思维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就直接推翻1973年的那个 Roe v. Wade 这个最知名的一个德州这个案，就是说堕胎根本不是我们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要保障的人权。所以呢，我直接用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把它否决掉。因为呢，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讲的就是说呢，如果不是宪法要保障的人权，我们就发放给州政府自己去决定吧。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呢，Dobbs v. Jackson Women Health Organization 这个案子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手里就说，堕胎不是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哦，那每一个州自己去决定就好了。哇，这样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很保守的州真的高兴到不行啊哦，尤其是德州啊，你看当年1973年的时候 Roe v. Wade 的时候，德州就输了嘛。那现在呢，靠着这个密西西比的这个案子，德州现在不就是扳回一城嘛，非常的开心啊，马上就开始了各式各样的法案就出来，就严格再严格到后来他们出了一个叫 Texas Heartbeat Act， 如果呢超过6周已经侦测到心跳了，全部不准堕胎。6周可能你都还不知道你怀孕了，你怎么会在6周之前去记得要堕胎呢？你怎么会去想你这个怀孕是不是对你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或者是他在一个不合适来的地方来，或者是你今天遭遇到的一个什么样的意外的怀孕的状况这样。那这个真的是严格到不行啊。那根据这个 New York Times 啊，他们的估计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颜色越深的地方就是越严格的地方哦。美国就50个州嘛，那大概超过一半的州是这样，都对堕胎有严格的限制哦，甚至有一些是完全不准的。那么有16个州是完全不准，那其中有5个州呢
怀孕15个礼拜之后不准啊，那其中有8个州呢，是不管你是性侵或是乱伦，通通都不准啊。那唯一可以准的就是，如果你继续怀孕，妈妈会死掉的话，这样子呢，我可以允许你堕胎。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影响到了美国2000多万的有月经的这个年纪之内的生育期的妇女的生育的自主权。然后为什么去年的大法官可以这样直接打脸以前的大法官呢？我个人也是认为非常的不合适，因为他说的就是说呢，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基本人权，这个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宪法第14修正案，这样子去推翻过往的大法官的论点是非常没有礼貌的。像我们台湾，我们也有所谓的这个大法官释宪嘛，我们现在就已经改成了这个叫做宪法法庭。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大法官会说，现在因为这个社会的变迁啊，现在因为这个时代的改变啊，所以我们需要的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哦。比如说以前是动员戡乱时期啊，然后我们以前可能戒严啊，然后我们现在就不是这样子了嘛，所以我们必要的去修正过往的大法官解释文，这是非常合理的。可是呢，直接去说过往的大法官所凭借的论点完全错误，直接推翻人家，做出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决定呢，是非常的不尊重的。那为什么会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呢，在川普的任期当中有3位大法官去世，所以留下3个名额空出来，然后川普就推荐了3位。那么美国的大法官呢，他们不是任期8年哦，他们是一直做到他们气息终了，一直做到他去世为止才会换人。怎么会那么巧，在川普任内有3位大法官就这样子就寿命告终，兢兢业业的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贡献了一辈子。刚好美国他就交到川普的手上呢，提名了3位非常保守的大法官，那当然也全部都通过了。所以现在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里面有6位是保守的，有3位是自由的，就保守派跟自由派。所以这一次呢，在去年的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的这个案子里面呢，是6票对3票，6票同意，3票不同意，6票保守派全部都说堕胎不是宪法保障的权利，所以呢，交给州自己去管就好了啊，跟我们大法官没关。那好，交给州自己去管之后，很多州都很保守啊，于是就会产生现在这个局面啊。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一次通过的时候，不再保障堕胎的这个6票啊，其中是5男1女啊。然后我们再看到刚刚德州的地区法官，我们说他叫 Matthew Kacsmaryk 嘛，他也是一个男生。然后华盛顿州这个呢，同意口服堕胎药 RU486 继续使用，他也是一个男生。那我们就觉得呢，在这个当中啊，奇怪，女生的生育自主权是交给男生来管理啊。像德州的这个地区法官，他的这个理由还这么的好，他说你都没有考虑到那个堕胎之后会有多大的心理创伤啊，就是造成创伤压力症候群这一类的。你怎么没有想过，如果一个妇女她可能必须一定要生一个孩子，没办法堕胎，她才真的创伤压力症候群哦。那还有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堕胎权啊不再自由之后，这件事情对美国影响很大的可能是美国的黑人。因为呢，美国黑人他们的分娩死亡率跟怀孕妊娠死亡率呢是高于美国白人非常的多，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刚好住在这个美国的南部这些比较保守的地方，然后他们如果跨州去寻找可以堕胎的地方的话，需要很多的旅费，然后跨州之后还要那个住宿费、生育费、医药费，然后别州可能拿不到任何的保险补助。他们就会在不能够堕胎的情况之下，又没办法真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养育的情况之下，会寻找密医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安全的方法去堕胎，所以造成美国黑人妇女在妊娠的死亡率或是分娩的死亡率是高5倍以上。再来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的原住民妇女，因为呢，美国的原住民妇女可能就住在这个原住民保留区，然后他们会去看的医院啊，会去看的医生啊，都是专门为他们原住民设置的补助的这种公立的医院，那这一种都是不提供堕胎服务的。所以你说美国的原住民妇女要去哪里堕胎？有钱的人没有受到影响，你大不了就是搭个飞机跨州嘛，到别的地方去，你只要付得起那个生产的医药费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你也付得起医药费。或是有钱的人，他买的保险根本就很好嘛，你跨州他还是照样可以支应你嘛。所以这个影响到的呢，不能堕胎这一件事情，影响到最大的是这些经济状况比较不好、比较弱势的妇女，她们的生育权。但是这个也呢有另外一票的说法，就是说呢，
你妇女的生育自主权难道可以大过胎儿的生命权吗？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第14修正案里面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年龄、种族、性别，你都有平等的人权，我们都要照顾你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嘛。那么胎儿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人呢？我们到底要不要去照顾他呢？在德州的这个 Heartbeat Act 里面呢，他就说呢，只要超过6周有侦测到心跳了，那就算是人了嘛，你就不能够把他堕胎，你这样是杀人啊。那到底是一个妇女呢，她一个为难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倾尽全力去照顾呢，还是说一个胎儿呢，我们要倾尽全力去照顾呢？妇女的生育自主权跟胎儿的生命的平等权，这两者之间到底如何的去平衡跟考量，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议。但是我个人比较认为的是，就是呢，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交给妇女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那么多的男人来替妇女决定你到底能不能生育。毕竟呢，难道妇女本身就不在意胎儿的生命权吗？只有男人在意胎儿的生命权吗？这个受到影响的是这么多的妇女，也就是说，可能这个种是男人有参与留种，但是因为男人都不承受这样的一个怀孕的一个压力嘛，所以呢，不管这个妇女她是在可以怀孕或者是不适合怀孕的情况下，这个男人逼着他们一定要去怀孕，这样子合适吗？那当然反过来讲，就是说，那你妇女为什么自己不好好考虑清楚，好好的避孕呢？这个就是呢，加诸在这个妇女身上最大的定罪也是就是常常还是用这种你行为不检点，所以你怀孕了这样的方法来当做这个压死妇女的最后一根稻草了。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妇女一定要教育好你的女儿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有性爱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良好的避孕千万不要就是让自己呢被放上那个最后一根可以压死你的稻草，就是为什么你行为不检点这样。好，谢谢各位。